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这一章我们要一起解读《道德经》第59章：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在当今这个节奏极快的时代，我们越来越难以用一个朴素的词语去概括那些本应深刻的生活道理。然而，在《道德经》第59章中，老子却用一个字“色”来统摄治人世天的根本原则。这个字所蕴含的内在哲思，不只是对生活节俭的倡导，更是一种对权力、行为、资源、情绪的系统性节制。它跨越时空，穿透制度与个体的边界，成为古今中外皆可适用的深层智慧。色原本的含义是节约，是惜物，但老子说治人是天，莫若色，其用意远不止于物质层面的节省。这里的色更像是一种原则，一种处事的态度。它意味着有度的行事，有节的用力，不节的待人，不尽的索取，是克制，是保留，是不铺张，不冒进，不透支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色是一种资源与能量管理的高级智慧，它既是对世界的一种谦逊姿态，也是一种对自身的深层保护机制。那么，为什么老子要将色作为治人是天的根本？因为色代表着提前对规律的顺从，夫为色，是谓早福。这是说，唯有懂得节制，才能在尚未遭遇困境之前，就对变化的规律有所服从和准备。这种早福不是被动的臣服，而是主动的觉知。它是对系统边界的尊重，是对自然法则的顺应，是对未来风险的前瞻性规避。在现代组织治理中，这种思想可以体现在对团队能量的合理调配，对资源消耗的审慎布局，对制度推进的节奏感控制等方面。早福带来什么？老子接着说，早福谓之重积德，意思是这种节制并非一时的克己，而是长期的德性积累。重积德不是一天两天的行为修正，而是一个人长期节制所形成的稳定人格与可信赖的品性。在现实中，一个领导者若懂得节制，不纵欲，不滥权，不恃强，他在下属中的威望与信任就会日积月累。同理，一个员工若能不急功近利，懂得留白与叙事，其专业能力与协作精神也将持续增长。在工作场景中，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。现在的职场强调 KPI， 强调即刻产出，强调压力驱动，但长期的高压往往导致精疲力尽与组织倦怠。色所主张的节制其实是一种效率的延时释放，是在不伤害系统元气的前提下持续输出与积累的机制。重积德则无不克，这是一个极强的逻辑链。节制让你提前觉察问题，觉察带来德性积累，德性最终成就全局应对之力。一个人、一个组织、一个国家，如果能走到无不克的地步，意味着他已不再畏惧任何外部挑战。无不克则莫知其极，即当一个系统达到无所不能应对的境界时，其潜能将变得不可限量。我们很容易以为制度设计、政策工具、法律规则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基，但在老子看来，真正的长治久安来自于底层行为者内在节制所积累出的德性。这种德不是法条规定出来的，而是从小处、微处、常态的节度中孕育而来。一个家庭若能长期保持情绪的节制、资源的适度使用、沟通的柔软与有度，它就有可能成为子女人格成长的沃土。一个组织若能将节奏掌握得当，避免压榨员工，避免盲目扩张，避免短期主义，它就能建立真正的战略耐力。一个社会若能将公民教育建立在自律与节制的基础上，而非仅仅依赖惩罚机制，那么它的法治精神也将更为稳固。
老子说：“莫知其极，可以有国。”这里的有国不是指拥有疆域和人口的国家，而是指可以真正治理一个系统、一个共同体的能力，因为它的成员具备德性，它的运作具有内在张力与余地，它不靠强制，而靠自发的秩序。这是一种近乎理想的状态，却并非乌托邦式的幻想，而是通过节制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结果。再来看下一句：“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。”母在道家的语境中，往往指代事物的根源与本体。治理之母是节制，生养之本是色。在任何一个系统中，真正能决定其是否长久稳定的，不是它的对抗能力，而是它的自我修复、自我节律、自我节制的能力。这一点在家庭中体现得尤为深刻。一个家庭若父母对子女没有节制的爱，就会变成溺爱；若夫妻之间没有情绪的节制，就容易演变成激烈的冲突；若家庭消费没有理性节度，就会陷入债务与焦虑的循环中。这些都说明，只有以色为母，家庭才能稳定，家庭成员才能久视。这就引出了章节最后的总结：是谓深根固底，长生久视之道。深根是指德性的积累，已扎根于人心，不易动摇；固底是指其支撑力来自一种内在的节奏与节制机制。这种状态不是外力所致，而是自我形成的生态平衡。长生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长命百岁，而是一个系统能持续稳定运行。久视不是简单的时间延续，而是一种高远的观察力与判断力。在当代社会，这种深根固底的能力，正是每一个个体、每一个组织所最需要的。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，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，多元冲突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冲动，不能在喧嚣中保持内在的节奏，就容易被时代裹挟，失去自主判断的能力。从自我修养的层面来说，色是一种抗压的底层结构。一个人若能节制情绪，不被愤怒所主导，不被贪婪所驱使，不被恐惧所操控，那他便具备了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。而这种调节力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平稳，而是来自内在节奏的稳定。这种人才是真正拥有长生久视能力的人。从工作场景来看，色也是一种战略能力。优秀的管理者懂得节奏控制，不会一次性把所有资源压上，不会让团队始终处于高压之中，也不会为了一次亮眼的绩效牺牲整个组织的长期稳定。这种节制与节奏的拿捏，才是真正的战略远见。而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，一个社会若能将节制嵌入其制度逻辑中，如预算有度、权力有界、政策有缓冲区、法治有弹性，那么它的系统运行也会更加具备复原力。色在这里不再是个人品质，而是制度设计的原规则，是一切组织机制得以长久稳定运行的前提。道家思想常被误读为消极退让，但在本章中我们看到，所谓节制，所谓色，正是最积极的一种作为方式。它不是逃避，而是为未来预留空间；不是无为，而是深知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。它不是软弱，而是强大的隐忍与布局；不是苟且，而是高远的战略与道义。而在我们即将步入下一章之前，不妨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节制可以带来系统的稳定和长久的治理能力，那么在面对权力运作的实际场景中，我们应如何保持这种不干预的智慧？下一章，老子将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回应治大国若烹小鲜，这又将如何与现代政治、组织管理乃至家庭治理中的干预与放手相呼应？
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《道德经》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